以太坊现货 ETF 上市后会先暴跌吗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可以看到 CBOE 交易所已经发布正式的公文，我们即将在7月23号上市以太坊现货 ETF， 开始交易的那种。那我们之前有提到7月23号这个时间点呢，其实 Eric 之前已经有谈到过了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比如说像富达，我们已经确认会在7月23号。很多人可能会说了，你之前已经拖延过那么多次了，延后那么多次过了。不过这次很确定，我们会在7月23号，也就是后天的时候会上市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以太坊上市了现货 ETF 之后会发生什么变化呢？我们就不妨先看到比特币之前上市 ETF 的时候价格是怎么变化的。我们来看到比特币的日线图表。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当时在上市的时候，我们是往上先插了一根很长的针之后，然后就开始很急速的往下走。那我们从针尖到针尖呢，这一波下跌大概是走了20%左右。那如果我们只有算实体部分的话，那么大约只有15%左右。那我们来算一下，如果说以灰度目前的持仓，那对以太坊上市过后会造成什么立刻的影响呢？我们就来看一下。那当然，我们就料敌从宽，我们就抓这个最大的回调幅度，也就是20%，然后下去做计算。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，当时灰度是抛售了多少的比特币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我们可以直接从这里，现在灰度持有大约27万，很将近30万颗的比特币。那么在灰度比特币现货 ETF 上市之前呢，他们持有大约是60万颗，也就是在这半年不到的时间呢，就卖了30万颗左右的比特币。当然了，这些比特币它有很多是左手倒右手的，也就是它有可能是从灰度卖出，然后再转到贝莱德过去买。因为贝莱德第一个它是最大的全球资产管理公司，第二个就是它的管理费用呢比较便宜，所以大家会做这种转移。那这种转移呢，它并不是真的流出，也不是真的流入，它只是左手换成右手的概念呢。当然呢，里面的流出呢，它绝对也有一部分，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比例，但是绝对有一部分呢，它是真的要换成现金的。因为我们都知道灰度它的比特币托管的 GBTC 它是只进不出的，而且它是有相当的折价，所以这些机构呢，他们的资金就会被卡住。那么现在变成 ETF 之后，就是他们很好变现的时机了，所以绝对有变现的这种卖压在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有多少这种卖压呢？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灰度目前持有多少颗的以太坊，大约是263万颗左右的以太坊。那以现在以太坊的价值下去算，大概是92亿美金左右。那我们也以比特币的比例，也就是60万颗变成30万颗，就是1/2，在这半年内被卖掉。那么如果以太坊也是1/2的话，当然以太坊的比例呢会跟比特币不太一样，但是我们现在也只能拿比特币的模型，然后来套到以太坊上面去估算一下，大略的估算一下。那我们可以看如果说以太坊现在的持仓的话，大约会在未来的半年呢被卖出130万颗，那么大约是45亿美金，我们就抓好算一点的，我们就抓50亿美金左右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它当时抛售的币价值多少钱呢？这30万颗，当时比特币的价格大概是在5万美金左右，所以我们就以5万美金下去做计算。比特币是 OK， 我们来写一个小笔记。当时比特币呢卖出了30万颗，30万颗。那这30万颗，它大约价值美金是150亿美金，150亿美金。这150亿美金是怎么做计算的呢？就是30万，然后去乘以当时的价格，大概是5万美金左右。那么造成的下跌大概是21%，取最极端值大约是21%左右。那以太坊呢？以太坊的话呢，其实比比特币当然会来得更少一点，但是以太坊它的市值也是比较小的，总市值也是比较小的。以太坊的话呢，我们要卖出，我看一下以太坊我们要卖出130万颗。
那130万颗，如果以以太坊当前的价格来做计算的话，大约是46亿美金，大约是46亿美金左右，是你可以看哦，大约就是比特币的1/3，比特币的价值的1/3，对吧？150亿跟接近150亿跟接近50亿，1/3。可是以太坊呢，它的抛售所造成的影响呢，不会仅仅是这21%的1/3而已，因为它们两者的市值是不同的。那它们两者的市值差距多少呢？我们再来看一下数据，我们来看一下CoinMarketCap， 我们可以看到以太坊现在的市值呢，大约是比特币的1/4左右，1/4左右。当然了，它会有一些小误差，不过不会差到太夸张，1/3，你可以看一下4×3=12嘛，对不对？差不了太多，大概1/3。所以我们抛售的价值是比特币的1/3，而我们的市值又是比特币的1/3，所以我们的跌幅很有可能会跟比特币非常的相近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当市值越小的时候，那我们承压如果是一样的话，我们会造成的这个跌幅呢就会越大。你想想看如果说这50亿美金，我们不要抛在以太坊了，我们抛在一个市值很小的币种，它一下就崩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以太坊的市值呢是比特币的1/3，所以它的震荡这个幅度呢会是比特币的3倍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这50亿美金如果崩在比特币上面，那大概是7%嘛，21%的1/3是7%嘛，那7%以太坊的市值又是比特币的1/3的情况下，那我们再把这7%去乘以3倍，也就是又回来了，又差不多是21%左右。所以如果我们以回落20%左右的情况下去做计算的话，我们再回到以太坊当前的图表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基本上我们没问题啦。我们大概2900的位置就是很重要的支撑，这个支撑呢支撑了非常多次，我也认为这个位置它不会再被跌破。那如果我们从现在的价位往下拉的话，到针尖大概就是20%，大概就是20%。那当然实际上会比这个再小一点再小一点，所以可能可以回到很接近3000左右吧，很接近3000，或者是3000再多一点点那这种计算方式，它确实有存在一个问题，就是灰度的这些比特币呢，确实有变成现金的这种需求在。那么，比特币变成现金的需求的比例跟以太坊的比例会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当然也只能拿比特币的数据去做推算，但我们无法确认以太坊到底有多少的比例。这就有点类似，大家都知道门头沟它会抛售比特币，大家都知道，可是你到底会有多少抛售？因为抛售的比例是取决于这10几万位的债权人去综合做决定的。那到底会有多少？不知道。那或许市场上主流的猜测大概在20%到30%左右会拿出来抛售。那你说以太坊的这个比例，我们也确实只能拿比特币，不过我相信是不会差距到太夸张的。好，所以大概这个样子。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，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。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，就送你500美金的仓位。这些仓位你可以拿去开比特币、以太坊、Solana，全部都可以。盈利的你可以直接提币走，输了也没关系，这本来就是送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当然我们千万不要忘记，以太坊现货 ETF 上市之后呢，其实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。虽然说比特币它短期确实是往下砸了一波，灰度砸盘嘛，不过你可以看到后面就开始暴涨了。那我相信以太坊它把第一波的抛售潮承受住过后呢，后面也会开启暴涨的，肯定会开启暴涨的，因为会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到以太坊当中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的状况好了，你可以看到比特币呢没问题，我们现在在疯狂的上涨当中，而且回调的幅度呢其实也非常小，这个确实符合我们即将开启一波新的多头它应该展现的量价关系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现货 ETF 的状况，你可以发现呢，我们已经连续非常多天，我们从7月5号到7月19号的所有工作天，每一次都是流入的，没有一次是流出过。而且我们在7月19号呢，甚至流入了巨量这个流入的量呢是非常接近4亿美金，这个绝对足以影响市场。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盘面呢也确实拉盘了。
那我们来看一下social value， 你可以看到我们比特币现货 ETF 基本上曾经发生过3波的流入潮，第一波、第二波、第三波分别对应着比特币的3段上涨。你可以看到，我们如果从日线来看的话，其实很简单哦，就是这是第一波流入，这是第二波流入，那我们现在正在第3波流入。如果我们要突破前高，如果我们要开启一波新的多头，我们就必须看到比特币现货 ETF 不断的流入，而且必须有一定的量。如果量不够的话，那我们的上涨也会停止。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稳定币的铸造。USDT 是流动性流入币圈非常重要的媒介。那如果我们直接看 USDT 它的市值，也就是泰达公司它铸造了多少 USDT， 我们就可以知道有多少的流动性被注入到了市场当中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在过去的这1年半以来的盘面呢，其实我们大概流入了3波，这是第一波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市值疯狂的增加，然后这是我们的第二波，然后这是我们现在我认为正在开启第3波，其实这正对应着比特币的3波上涨，这个周期是一样的，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位置开始上涨的起点2022年的11月。如果你在市场的话，你一定知道这个就是 FTX 事件的那个时候。2022年11月，我们再回到比特币，我们到比较大周期的盘面，我们来观察一下好了。我们一样也是回到周线。2022年的11月，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？没错啊，就是我们在这里的时候。所以我们当时在这个白色线的位置呢是一样的。我们当时第一波的流入，就对应着比特币的第一波上涨，然后第二波的流入呢，就对应着比特币的第二波上涨。那我们现在又出现了 USDT 的市值变大的情况，也就是有很大量的稳定币正在被铸造当中，这些流动性都将流入币圈、流入市场，并且对市场造成很强大的这种上涨的力量。那其实我们也曾经出现过2次的震荡就是2次都没有铸造了，一次就在这里，对不对？那另外一次就在这里。其实这2次的震荡呢，也正对应着我们比特币的2次比较大的震荡，一次就在2万5到3万的过程，那一次就在6万到7万的这个过程。所以我认为看流动性对于市场其实还是非常的准确的。好，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